人只有在即将死亡的时候，才会真正发问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从哪里来？死后要去哪里？死亡真的就是终点吗？真的是一了百了吗？如果不是，那之后会发生什么？这些问题早在公元8世纪，莲花生大士就已经给出了答案。他留下了一部跨越生死的指引之书《中英文教救度大法》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西藏度亡经。这部经典描述了一个完整的生命转化过程，从断气到投生之间，意识会经历什么，面对什么选择。接下来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讲给你听。整个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，更重要的是每个阶段都有你现在就可以开始的准备。第一阶段临终中阴，第一个阶段叫做临终中阴，这是整个人生唯一一次也是最容易把握的解脱良机，时长通常只有短短3天半到4天。此时外在呼吸已经停止，但内心的微细念头还在流转。就在生命气息彻底断绝的瞬间，生死之间最关键的关口来了，你的意识会一次经历白光、红光，然后陷入深沉的黑暗。就在即将失去一切知觉的刹那，一道光会出现。这道光不同于世间任何光，没有形状，没有来源，却无比明亮纯净，经典称之为法性光明。关键在这里，这不是外来的光，它就是你本有的觉性，是你最深处的本来面目。如果在这一刻你能够认出这就是我本来的心，并安住其中，不逃避，不动摇，那么当下就可以解脱，不再进入轮回。虽然现实中由于这道光太强烈太纯粹，未经训练的人本能的会感到畏缩，从而错过这个即生成佛的机会，但请记住，你平时的每一次练习都在增加那一刻认出的概率，所以现在就要开始练。每天睡前轻轻对自己说，我将入睡，呼吸会变弱，但觉知不灭，光明会显现。平时看到任何光，阳光、灯光、屏幕亮起的一瞬间，在心里提醒自己4个字，认取光明。把外在的光当作提示，回到那份你已经熟悉的觉知之中。想在关键时刻稳住，最好的方式是建立稳定的禅修习惯，从每天15分钟开始，坐下来关注呼吸，当念头升起，不压制也不跟随，只是看见它。久而久之，这种清醒而不执着的状态会成为本能。到了真正关键的时刻，这份熟悉感就是你最好的救命稻草。第2阶段法性中阴，如果错过了第1阶段，就会进入第2个阶段法性中阴，这是整个过程中最震撼也最容易迷失的阶段。当法性光明逐渐消退，你的新世界开始显现。经典中说会出现100位本尊，前7天是42位寂静本尊，后7天是58位愤怒本尊，他们形象各异，有的庄严，有的可怖，但请记住核心的一点，他们没有一个来自外界，全部是你自心的显现。此时选择会反复出现，一边是强烈刺眼的智慧之光，另一边是柔和温暖让人想靠近的暗光。大多数意识会因为对强光的畏惧而缩向那道舒服的柔光，也就是继续轮回。如果前7天没有醒悟，后7天的愤怒本尊会伴随咆哮与震动出现。如果没有准备，第一反应就是逃跑，但其实这些可怕的形象本质上是你嗔心净化后的样子，依然是来接引你的。所以现在就要开始习惯，活着的时候看到任何人，喜欢的、讨厌的、让你生气的，在心里默念，这也是心的显现。这叫视一切为本尊，不把外境当成绝对真实，你就不容易被它带走。另外，去熟悉一下这些本尊的画像，不是为了信仰，而是为了减少陌生感。因为熟悉，所以在那一刻你才不会本能的逃避。第3阶段投生中阴，如果前2个阶段都没能把握，就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投生中阴。此时解脱的机会已变得微弱，重点变成了你将去往哪里。体验会变得混乱，狂风和暗夜在背后追逐，天地崩塌，你一生所有的善恶言行、起心动念会像电影一样飞速回放。这不是审判，而是一种业力的自然显现。你会看到6道的入口，生前习惯了焦虑、愤怒、贪恋的人会被对应的昏暗光芒牵引，坠入恶道，而生前训练过专注、清明的人
则会被引向更高的生命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中强调念佛或专注某一念，不是为了求助外力，而是为了建立一种稳定的心念惯性。当一切混乱时，那一个最熟悉的念头会自动出现，成为你的方向。所以真正的关键在生前就已经决定了。现在可以做的非常简单，找出你最放不下的一个人、一种身份或一个执念，每天练习松开一点点，最终把你拉向轮回的往往正是这些你最在意的东西。结尾闻即解脱，莲花生大士称这部法门为闻即解脱。它有3个层次，第一层耳闻，今天你听到了，就在心里种下了永不磨灭的种子。第2层心闻，你听懂了，死后的一切都是内心的投影，不害怕就能稳住。第3层行闻，这是最关键的。其实你每天的情绪波动就是一场小型的中阴，生气时、执着时、走神时，你都在被境遇带走。如果在这些瞬间你能觉察到并稍微停一下，你就是在练习同一件事，不随境转。每一个当下的觉醒都是在为最后的告别做预演。活着能做到一点点，关键时刻才有可能做到，不需要记住全部。从今晚开始，睡前安静地对自己说，任取光明，这就是开始。谢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。